只差0.6厘米，他就能看见我。你好，我是洛枳，你还记得我吗？小时候我们曾经见过。哎，那个洛枳回来了，也帮洛枳带一份吧。啊，其他2个舍友啊，哎呀，他们2个一般都不在。李迷呢，他是个打工狂魔，小小吧，他要么就是赖在图书馆，要么呢就在网吧里面，基本上不上课是见不到他的。这个宿舍呀，唯二的2个人类，就只有我和洛枳。好，那就这样啦，拜拜。你怎么天还没黑就回来了？梦华馆好玩吗？有什么新设施你跟我说说呗。没什么，也就是梦游了一天，意外的遇见了想见的人，一起度过了一段很不真实的时光。只不过这个梦实在太美了，让人不想醒过来。你的意思是说，盛淮哪里去了？不过我倒希望他没有去，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在他身边笑了一整天。坐过山车的时候，他还握了我的手。可是，一出游乐园，他就又变回了那个礼貌又客气的样子，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还跟我说，我们好像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啊，这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盛淮南牵了你的手，然后又跟你说，你们做好朋友就行了？他这时候跟你玩暧昧吗？这也太假了吧！但是，戈壁还有学生会的人对盛淮南评价还挺不错的，而且他大学的时候不是只跟叶展言交往过吗？也没有什么别的绯闻啊。他怎么是这样的人啊？他说，梦幻王国就像童话世界一样。是啊，我在那里和他不期而遇，就像是灰姑娘赴了一场意外的约定。等到午夜时分，华丽的马车又变回干瘪的南瓜，灰姑娘只能留下水晶鞋，仓皇的逃走。然后梦醒了，现实就回来。哟，这谁呀？哎，今天换我，祝你凯旋归来。我听老大说，你跟洛枳在那边玩了一整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去了哪儿？告诉我。啊？别瞎说。瞎说！你给我扔球。再来一个。慢点儿，太快了，好吗？不，你冲着我来的？哎，不打了，我认输。你今天是打了鸡血还是吃了火药啊？啊？
那跟你说个事儿啊，叶展言回来了，他跟我说，这次他不会再放弃你了，你会接受他吗？如果许日清今天突然跟你在一起了，然后没过2天又分手，他觉得无聊了又来找你复合，你会怎么想？我怎么想？我打你！你是只拒绝过他一个女孩吗？什么事都要提到他？感情的事情就是一刀切嘛，要或者是不要，很清晰。你干嘛非弄得那么复杂？也许你脑子里呢，只有要或者不要2种选择。但我的感情又不是什么豆腐块儿，怎么可能切着四四方方的，还要摆在案板上让人参观？什么豆腐块啊！你既不告诉我你跟洛枳去哪玩，也不告诉我你对叶展言的态度。是谁告诉我以后对女孩的事情要对我坦白从宽的？是你吗？大秋，我不陪你玩了，我去忙正事儿了。洛阳，你教我画画吧，你一定要教我。我想重考艺术系的本科大学，我想尽情创作，但我之前一直没把握，下不了决心。这样，到时候我介绍一个老师给你认识。我不，我谁都不要，我就要你，你才是激发我灵感的那个人。你知道吗，洛阳？我在看到你的画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灵魂好像被打开了，从来没有人那样画过我。我看见那颗黑色的泪珠，就好像是我的生命之泉一样。是你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是你创造了一个更有层次的我，是你让我看到了艺术的魅力。你的想法倒是蛮有趣的，至少说明你比看上去要成熟许多。不过，我已经决定好毕业以后的走向了，我会去学校教书，不会再继续创作。但是我答应你，我会介绍老师给你认识。所以，那个能触动你灵魂深处的人，不是我，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要重考了，是你让我勇敢决定的。我想证明给你看，我不是小孩。既然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的人生就可以我自己做主。所以洛阳，
你也不要放弃艺术这条路。你是不是太冲动了？你跟家里人商量过没有啊？你怎么能只是因为我，就做出这么莽撞的决定呢？洛阳，你喜欢我吗？你什么时候回答我都可以，但我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我想要为了你，为了我自己追求的东西，即使跟全世界作对，我都不在乎，就是这样。要到了吗？你到哪儿了？你迟到了。哎，你说你毕业了之后要去高中教书，去哪儿教啊？振华高中。振华呀，我也是清华毕业的，我要是晚生几年就好了，还能被你教。那欢迎校友来旁听。哎，你既然不愿意教我画画，那你把你画我的那幅画送给我行吗？我报你同时比赛，以我的直觉，肯定能拿到大奖。画送给你没有问题，但你不能随意替我做决定。我说错话了，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我就是不明白，明明也不是什么世俗人，还这么有才华，为什么要埋没自己呢？那你多出去走一走，经历的不同事情多了，你就不会用一种表现去看你。啊，你是说我思想幼稚，说我小孩呗？我下个月就满20岁了，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主了。谁都认为自己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但到最后才发现，不由自主才是人生常态。落只乖乖，落只不哭。唉，其实隔壁从来没有说过爱我，我是知道的。他一直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生，你知道吗？那个女生她跟我完全不一样。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有艺术气质的女孩。她的皮肤很白，像雪一样白，头发也很长，像波浪一样，可漂亮了。她走路的时候啊，把头抬得高高的，脸上还有那种特别恣意的笑容。反正就是跟我完全不一样。我知道，只要他一回头，隔壁肯定会立刻奔向他。所以你看，就算隔壁对我做过那么多过分的事情，我都愿意包容他，就是因为我真的太害怕失去他。没办法，谁让我喜欢他那么多年了呢？
学，特技耍的还不错呀，你该不会也会变魔术吧？来，谢谢，谢谢。洛枳，我先去打工了啊。百丽，百丽，你醒醒！我需要你的加油。哎呀，姑奶奶，我这跟周公的气还没上完呢，你干嘛呀？你什么都别问，只要加油就好。加油，加油，加油！该不会是要去告白吧？告白？谁跟谁告白啊？没事，没事。蹉跎了这么多年的时光，我才终于跨越了我们之间那仅停留在成绩单上0.6厘米的距离。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为昨天他为什么握我的手讨个说法。
你怎么来了？盛淮南，我后悔了，我们重新交往吧。老盛的桃花真是一波接一波呀！洛枳，不是，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下来了？我找盛淮南。当然，我知道你找盛淮南，因为今天就是我们电话一般都是找盛淮南的嘛。还有谁能这么早叫他出门？你就直说了吧。你反侦查能力真的很强，都可以去做警察了。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紧张。实话跟你说了吧，老盛早上被叶展元叫出去了，我就知道这么多，他们去哪我不知道。哎，相聚就是缘分，不如这样吧，我请你吃早餐好不好？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换身衣服啊。你不要走啊，马上回来。哎，你看这题啊，对，这题的问题呢是在这里啊，看位方来看这个啊，对，就这个这道题，看到了吧？谢谢教授。别客气。这道题不是这样算的。看这失魂落魄的样子，肯定是没有吃饭饿着了吧？拿。怎么了吗？哦，没什么。啊。我今天上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想着看看要不要来这蹭几节课。你就应该跟我一块儿去食堂。你看那个队伍排得那么长，然后我们四大的学生呢，又个个那么早起，就为了去吃早餐，然后赶课，你一定会被这种精神所感动的。谢谢你的正能量。客气客气客气。
生其实今天上午也没课的。叶展也跟他分手之后，这是他第一次被约出去，之前都不这样的，所以估计是有别的什么事儿，觉得。不关我的事情，我不想知道。水静，盛安南，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下课啦！三明治也没吃。那个，我们一块儿走吧。你先走吧。好。你记得吃啊？好。回见。淮南，淮南，我知道你昨天跟洛枳出去玩了一天，你别误会，是张明瑞告诉我的。我今天早上问你的问题，你不用马上回答我。那个时候，因为你妈不喜欢我，所以我们分手了。我知道你很为难，我也理解你，但是我心里永远都为你留了一个位置。不管是以恋人还是以朋友的身份，我都不希望你因为其他女孩的欺骗受到伤害，尤其是那种有心机套路的接近。盛淮南，你高中的时候对洛枳有印象吗？听说过这个人，知道他是文科学霸，没打过招呼。那洛枳对你呢？他说也是经常听别人提起我，应该也没多大印象。对啊，既然是连基本印象都没有的人，怎么会在你跟我一分手之后就突然对你积极起来？淮南，难道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那些你以为的巧遇都是洛枳别有心机制造出来的假默契吗？他其实早就挖好了坑，观察你很久了。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分手那天你带我去认一个人，就是洛枳，对吧？嗯。少了点。淮南，你看，那就是传说中的洛枳。如果可以许愿的话，全4大所有的女生里，我最不希望你跟他在一起。那就奇怪了，你当初为什么对洛枳这么在意？6个核桃，怪不得洛枳这么聪明。
切一块啊。今天咱们寝室怎么这么安静啊？小小，小小，你活着吗？活着你吱一声啊！这么安静，安静的让人好忐忑。天哪！你在床铺里藏了这么多垃圾，你不会哪天招来一群蟑螂爬到我这边吗？肯定会啊！告诉你啊，小蟑螂顺着我的床爬向了你的床，从你的床呢爬上你的脚背，再爬上你的大腿。哎，逗你的，姐都用封口袋封着呢，卫生绝对有保障。看，有垃圾吗？我一起拿出去。洛枳、百丽，有垃圾吗？我一起拿出去。没有，谢谢。不用了，谢谢。好吧。哼。这是什么鬼啊？什么破心理测验？他居然说我命无桃花莫强求，一点都不准。现在就要把我跟隔壁的照片发到你的网站上，我恨不得打你们的脸！哎，百丽，你不是会算什么塔罗牌、排星座命盘什么的吗？干嘛还相信别人的呀？那这个，爱情要经得起考验嘛，我也是多方征求不同的意见，是吧？可是老人家不是说过，命会越算越薄，爱情恐怕也差不多吧？洛枳，百丽，我求你了，这东西太容易生蟑螂了，你千万别撒了，我最怕蟑螂了。零食毕竟是有毒的，你要不也算一个吧？你看你有没有桃花？你算一个嘛呢？我承认，高中的时候，我对洛枳的成绩排名一直在我前面，有些嫉妒。跟你分手的时候，心里不平衡，说了一些胡话。但不是我故意针对洛枳，而是我知道他的真面目。你看这个就知道了。对。那个叫做盛淮南的人，成了我每天学习最大的动力。就这样，追逐着他高大挺拔的背影，我深知自己不是盲目崇拜他的光彩，他确实值得成为我的目标。这个只是洛枳日记其中一小段，我高中那会儿无意看见的。那个时候没想太多，就觉得连洛枳这样的学霸也会有少女心炸裂的时候。但是现在回头想一想，我觉得他套路太深了。对啊，而且不止这个，还有别的呢。哎，你看，不用了，照片你们也删了。毕竟偷看别人日记也是不道德的。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们振华的同学，不是吗？我用一下你的大宝精华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吸收特别好。这手机是死机了吗？啊，洛枳！百丽，哎，拜托你别嚷嚷了，我明天还有早班，只剩几个小时可以睡了，别吵行吗？你小点声啊！对不起，对不起。呀，盛淮南电话是哪个？我今天就要给他打电话，我倒是要看看他把我们的洛枳搞成这个样子，到底几个意思啊？不用了，我不想咄咄逼人。哎呦我的天哪！你不想咄咄逼人，你想逼死我呀！我问你，是谁今天一大早一定要我给他加油来着？
你的气势呢？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理清楚对我的想法吧。毕竟现在前女友又杀回来了，估计正在逼他表态呢。再多给他些时间好了。我的姑奶奶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时间？你听我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你现在不趁火打劫，你到时候等房子都烧光了，你就只有捡木炭的份了。我仰望了他15年，盛淮南这3个字，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早就跟耐心等待画上了等号。就算再多等一会儿，我也没什么好失去的。我真的是服了你了。你吓死我了！干嘛？极客 APP 太有趣了，哎，里边有很多圈子，我发现了一个有趣但是无用的冷知识圈子。哎，停！一个集友发的一道题，我考考你们，如果答错了，坐10个俯卧撑，怎么样？来。猫头鹰有上中下3层眼睑，分别有什么功能？上眼睑眨眼睛，中眼睑睡觉。错，坐实啊！我知道，中眼睑睡觉，上眼睑眨眼睛。啊，也错。哎，老盛，你说说看。猫头鹰呢，上眼睑用于眨眼，中眼睑用于保护跟清洁眼球，下眼睑用于睡觉。这也行？正确啊！不愧是老盛。我们再来一题。说好了最后一道题了，别忘了。你们那天从梦幻国回来，他跟洛枳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洛枳，对啊，就是看起来跟老盛很般配。啊，他们聊开了，就先走了。但是老盛这么一走，可怜的老四就惨了。为什么？小森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一个劲儿的给老四发脾气。老四想去搂搂小森，还被骂咸猪手，狠狠的扇了一巴掌。你说他至于吗？我不过就想讨好他而已。你也太惨了吧！我也没好到哪儿去。唐文说老盛不在，玩起来没什么意思。哎，立马就和小森打车走了，对吧？扎心了，老铁。啊，本来说要给小森过生日，昨天小森连生日蛋糕都没吃，这不今天鼓浪屿也没去成。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就是老盛不讲义气。到底是我女朋友还是你们女朋友啊？我在乎的只有兄弟，没有必要连兄弟女朋友都讨好吧？你说的没错，我们平时确实什么事儿都靠你，但是在我的心里边，我们这一屋子的兄弟跟自家兄弟没什么两样。我们要是做了什么让你盛淮南生气闹心了，你就直说，至于发这么大火吗？就是啊，昨天小森还想给你买礼物，谢谢你帮他张罗手机的事儿，看你没跟我们走，还特别难过的问我你是不是看不起他们？啊，行了，你过分了，别说。老盛，两个人爱面子，玻璃心嘛，玻璃心这没有要的面子就碎了。都是兄弟，不开心干嘛呀？是不是啊？刚才心情不太好，说话有点冲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你们继续。干嘛呀你们啊？不是这1年多了，也没见他发这么大火。他走了，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他可能就想静静。山弟，老山有女朋友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个梗？